零下70度，亲妹扒下我最后一件棉衣，将赤身裸体的我踹进风雪，活活冻死。我视他如命，他却只想让我变成一具冻尸。姐，你体质好，抗冻，这衣服给我们是为了延续秦家的香火。隔着厚重的防盗门，我那个亲妹妹秦软的声音像刀子一样割进来。她正裹着从我身上扒下来的最后一件军大衣，缩在那个叫周伯凯的男人怀里，笑得一脸甜蜜。我想骂人，想砸门，却发现脸部肌肉早就坏死了，连个愤怒的表情都做不出来。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脚从红润变成黑紫，最后像两根枯树枝一样僵硬。在这极寒地狱里，人性的恶比冰雪更冷，而身体的冷远不及心中寒意的1/1000。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大口喘息，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等等汗，热，该死的热，燥热！窗外的蝉鸣声大得像轰炸机一样钻进耳朵里。我慌乱地抓起枕边的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光线刺得我流泪。2025年7月15日，35摄氏度，我还活着，我重生了，回到了一切开始的1个月前。劫后余生的狂喜只持续了1秒，我下意识地一把抓住胸口的玉佩，死命地搓，甚至咬破手指把血抹上去。我看过小说，女主重生都有空间，都有系统，快出来！1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没有。我又试着在脑海里疯狂呼唤系统，筒子，芝麻开门。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窗外那真实的毒辣的烈日。手机银行 app 里显示的余额冷冷清清。我瘫坐在床上，心凉了半截。但我有记忆，我有脑子，我还有爸妈。就在这时，卧室的门把手突然转动了，咔嗒一声轻响。在这个平凡的早晨，这声音却像惊雷一样炸响。我屏住呼吸，盯着门口，门被推开了，老爸老妈站在门口，他们的表情很奇怪，不是平时叫我起床的唠叨，而是一种从迷茫到惊恐，最后定格在看到我时的狂喜。难道老爸的手在剧烈颤抖，老妈的眼眶瞬间红了，他张了张嘴，说出一句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话：巧巧，你也觉得冷吗？老妈的声音带着哭腔，这句话像是一个暗号。我猛地冲下床，一家3口狠狠地撞在一起，死死抱住。老爸的手抖得厉害，老妈的眼泪烫得惊人，落在我的脖子上。不需要多余的解释，那种刻骨铭心的冻死体验是我们共同的噩梦。他们也回来了，全家重生，哭了足足5分钟。老爸最先松开手，他用力抹了一把脸，眼神里的那种老实巴交的慈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极寒磨砺出来的锐利。这一世咱们不当圣母了，上一世咱们顾恋亲情，把吃的用的都分给秦软，结果呢？咱们冻死，他拿着咱们的衣服养野男人。我咬着牙恨意翻涌，没有空间怕什么？咱们有手有脚，还有这栋房子，只要还没到零下70度，咱们就能造出一个活命的壳子。算账！老妈是个行动派，她转身冲向卧室的保险柜，平时那个把房本藏得严严实实的保险柜，此刻被她暴力打开，房产证、车钥匙、金条、存折哗啦啦全倒在了床上。乔乔，你脑子活，查一下咱们家所有的流动资金。宝琴，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把这套房子卖了，要快，要现钱，哪怕亏一点也得出手。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手机，银行手指飞快的操作，没有网贷，没有透支，这是我们全家2代人奋斗的血汗钱。距离末世降临倒计时30天，每一分钱都要变成救命的煤炭和粮食。就在我们热火朝天盘算家底的时候，客厅的门铃突然响了，叮咚叮咚，这声音急促，理所当然，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熟悉感。我和老妈对视一眼，即使隔着门，我也能闻到门外那股令人作呕的茶味。除了秦软，没别人。按照前世的剧本，他今天是来要那笔救命钱的。我捏紧了手里的计算器，走向大门。这一次，我不准备只是拒绝那么简单。门铃还在不依不饶地响着，我打开门，门口站着的秦软拖着一个粉色的巨大行李箱，脸上挂着那副我看了20多年的理所当然的表情。他还没进门，声音先到了：姐，你磨蹭什么呢？这么久才开门，爸妈在吗？我要50万，急用。一来就是狮子大开口，我靠在门框上，没让他进来的意思，冷冷地看着他。50万干嘛用？周伯凯创业又失败了。上一世为了凑这笔钱，我掏空了工资卡，爸妈拿出了养老金，结果那个周伯凯拿去赌博输了个精光。末世来了，还赖在我们家吃白食。秦软脸色一变，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什么叫又失败了？周伯凯那是怀才不遇，这次是个大项目，我不跟你废话，不给我钱我就离家出走，反正这个家也不待见我。这一招离家出走是他的杀手锏，从小到大，只要他一闹，爸妈就会妥协。但他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已经是死过一次的秦远桥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爸妈，老妈正在用计算器疯狂按着数字，头都没抬。老爸坐在烟灰缸旁，手里夹着烟，烟雾缭绕，看不清表情。听到秦软的威胁，老妈的手顿了一下，淡淡的说了一句：“给他。”秦软一愣，显然没料到这么顺利，他脸上的怒气瞬间变成了得意的喜色，甚至还得寸进尺的瞥了我一眼。听见没？还是妈疼我，快转账吧。他伸出手等着胜利的果实，我站在原地没动，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老爸掐灭了烟头，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早就起草好的文件，甚至还贴心的拿了一支笔。给钱可以。老爸站起身，一步步走到门口，把那几张纸拍在鞋柜上。签了这个。秦软低头一看，上面的标题黑体加粗，触目惊心，赠与协议与断绝关系声明书。秦软瞪大了眼睛，像是看疯子一样看着老爸。爸，你什么意思？为了50万，你要跟我断绝关系？老爸的回答让空气瞬间降到了冰点。爸，你疯了！秦软的声音尖利刺耳。我是你亲生女儿，我就要个50万周转一下，你至于吗？至于。老爸的声音冷得像那场没下完的雪，他指着那份协议，意思很明白，
这50万是买断钱。以前我和你妈把你宠坏了，也是我们的责任。但这笔钱拿走以后，你是死是活，跟我们秦家再无瓜葛。老爸顿了顿，抛出了第二个炸弹。这房子明天就卖，我们老两口要去旅游，你以后也没家可回了。卖房？秦阮彻底炸了。为了逼我分手，你们连房子都卖？你们是不是老糊涂了？他转头看向老妈，试图寻找盟友。妈，你说句话，爸他是不是中邪了？老妈终于放下了计算器，她抬起头，眼神里没有往日的溺爱，只有一种看透生死的疲惫。软软，路是你自己选的，那个周伯凯是什么人？你说了1万遍他好，我们不信。现在给你钱，让你去追求真爱，你不高兴？老妈走过来，把那张早已填好数字的支票拍在协议旁边。钱拿走，不签，1分没有，你也别想进这个门。秦阮看着那张支票，喉咙滚动了一下，那可是50万，对他来说，这是周伯凯的创业金，是他维持虚荣的资本。在他看来，我们是在虚张声势，怎么可能真的断绝关系？怎么可能真的卖房？无非就是吓唬他，让他分手罢了。只要钱到手以后，再回来哭一哭，爸妈还是会心软。贪婪瞬间战胜了理智。行，你们真行。秦阮咬牙切齿，抓起笔，签就签，等我和周伯凯发财了，你们别来跪舔，到时候求我回来我都不回来。刷刷刷，他在纸上飞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手印，然后一把抓起支票，像怕我们反悔一样，拖着行李箱摔门而去。随着那一声巨响的关门声，老妈紧绷的肩膀垮了下来。她看着那份断绝书，手微微颤抖。我以为她在伤心，谁知她下一秒说出的话，让我对老妈的战斗力刮目相看。少了张吃饭的嘴，省下的粮食够我们多吃3年。老妈深吸一口气，迅速恢复了镇定。瞧瞧，把门反锁，接下来是真正的战场。这一刻，我真正意识到，我的父母不再是那对只会跳广场舞和下棋的退休老人了，他们是我的战友。我们围坐在茶几旁，开始最后的盘点。算下来，加上卖房的预估款，我们要动用所有的积蓄，一共能凑出1000万左右的资金。老爸在纸上写下一个数字：1000万。在和平年代，这是一笔巨款，足以让我们全家过上优渥的生活。但在即将到来的末世面前，这就是杯水车薪。我们要买一辆能扛住极寒的改装车，要买几百吨的无烟煤，要改造老家的地窖，还要买足够一家3口吃上10年的食物。药品、发电机物价飞涨不说，很多东西还是管制物品。这钱得掰成2半花。我指着清单上的生存基地一项，城市里肯定是不能待了。极寒一旦降临，高楼大厦就是巨大的冰棺，断水断电，电梯停运几十层楼高，想跑都跑不掉。而且城市人口密集，一旦秩序崩塌，人吃人的惨剧最先就在这里上演。回村。老爸一锤定音，他看着空荡荡的家，眼神决绝。回老家那个防空洞，那是爷爷辈留下的，地势高，烟不着，而且在地下，只要加上专业的保温改造，就能扛住零下70度。那是秦家傲的老宅后院，一个被废弃多年的防空洞。以前我觉得那地方阴森恐怖，现在想来那是唯一的诺亚方舟。那就这么定了。我站起身，看着窗外依旧车水马龙的街道，这些忙碌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头顶的太阳即将熄灭，而我们要开始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动作要快。老爸把烟头按进烟灰缸，用力碾碎。明天找中介卖房，只要全款，价格低2成也卖。这1000万必须在1周内全部变成物资。然而最大的难题不是钱，而是怎么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把这堆积如山的物资运回村里。老爸神秘一笑，掏出了他在设计院干了一辈子的老本行图纸。谁说我们要偷偷摸摸的？我们要光明正大的搞个大工程。秦家傲老宅后院，看着那扇布满铁锈的防空洞大门，老爸眼里的光比焊枪还亮。这里将是我们最后的堡垒。没有空间异能，意味着我们不能挥手收物资。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物理层面的储存和保鲜。老爸拿出了他在设计院干了一辈子的专业素养，他站在那个废弃的防空洞前，手里拿着连夜画好的图纸，对着那个从城里高价请来的工程队咆哮：我要的不是保暖，我要的是隔绝，隔绝。听不懂吗？就是哪怕外面变成真空，里面也得给我恒温。哪怕只有1000万，老爸也在基建上毫不手软地砸进去了300万。看着那厚厚的保温材料贴上墙壁，我心都在滴血。别心疼钱。老爸看着我肉疼的表情，拍了拍刚装好的气密门。到了零下70度，这每1厘米的保温层就是咱们全家的命。与此同时，我的战场开始了。极限囤货，没有空间，我必须计算每1立方米的体积。村里人看着我们一卡车的往里拉东西，都凑过来看热闹。那个平日里最爱嚼舌根的马大姐，嗑着瓜子凑过来，眼神里全是探究。哎呦，老秦啊，你这是要开超市啊？城里房子卖了回来，收破烂。我正搬着一箱重达50斤的黄桃罐头，听到这话，只是擦了擦汗，冲他笑了笑。必须得有个完美的借口。我指着满院子的物资，故作神秘地对马大姐说了一个谎。这个谎不仅骗过了村民，还让他们在末世降临前把我们当成了最大的笑话。是啊，城里混不下去，欠了一屁股债，回来做点批发倒卖的生意，这叫临期食品。
便宜！我大声嚷嚷着，顺手递给马大姐一罐快过期的午餐肉。马大姐一听欠债临期，立马嫌弃的撇撇嘴，拿了午餐肉就走，生怕沾了穷气，打发走了，闲人我们更加疯狂。我看向天空，阳光依然刺眼，但只有我知道，这看似笨重、拥挤、毫无美感的物理囤货，将在1个月后成为让所有拥有金山银山的人都嫉妒到发狂的财富。煤炭50吨，老爸把2个偏房全都腾空了，堆满了黑压压的无烟煤。为了掩人耳目，他用砖头封死了窗户，只留了一个取煤口，外面伪装成堆放杂草的废墟。粮食大米、面粉真空包装的豆类堆满了防空洞的2号仓。药品，我和老妈跑遍了周围几个县城的药店，把感冒药、消炎药、维生素扫荡一空。就在这时，老妈急匆匆地跑过来，手里捏着一张银行卡，脸色凝重的吓人。乔乔，出大问题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了？被发现了？不是，老妈把卡摔在桌上，钱不够了，咱们预算超支了，但是柴油发电机还没买，最重要的极地保暖衣物只买了一半。没有电，地窖就是个冰窖，没有衣服，出门就是死卖。我看了一眼停在院子里的那辆最后用来拉货的50神车，又看了一眼手腕上的金镯子，除了身上这套衣服，能卖的全卖了。另外还有一个东西能搞到大钱，但是有点险。最大的危机是柴油，虽然装了地暖炉，但发电机是最后的电力保障。在这个管控严格的国家，私人想囤几吨柴油难如登天。老秦，工程队走了，但这油……老妈看着空荡荡的3个巨大的地埋式铁皮油罐，急得嘴角起泡。老爸咬了咬牙，从通讯录黑名单里拉出来一个号码拨通。老张，是我要油，别问干什么，我在搞大棚种植，急需给你加价5成，现金现结，今晚就要。那是他以前在工地认识的包工头，路子也胆子大。那天深夜，月黑风高，一辆改造过的洒水车悄悄开进了秦家老宅的后院，没有任何寒暄，气氛紧张的像是在拍警匪片。老爸直接把2个黑色的手提箱，整整60万现金扔进了驾驶室。点不用点了，信得过秦工，管子接通，黑色的软管像血管一样搏动，将珍贵的柴油注入埋在地下的油罐里。我和老妈站在风口放哨，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味道太大了，柴油那种特有的挥发气味在夜风里飘散。就在这时，隔壁院子的灯突然亮了，披着衣服出来解手的马大姐探头探脑的往我们院子里瞅。哎呦，秦家这么晚还在折腾啥呢？咋一股子怪味儿，像是汽油味。手电筒的光束眼看就要扫到洒水车，我心头一紧，手里紧紧攥着防身的强光手电，必须在他看清之前拦住他。我急中生智，喊了一嗓子：没呢，婶子，沼气池堵了，我们在清淤泥呢，臭着呢，全是屎尿味，你快回屋吧，别熏着。我一边喊一边故意做出呕吐的声音。马大姐一听是掏粪，嫌弃的捂着鼻子缩了回去。晦气，半夜掏粪也不怕冲撞了灶王爷。灯灭了，我们全家虚脱般的靠在墙上，油罐加满的那一刻，老爸整个人像是老了10岁。齐了！他拍了拍地面，底下埋着我们的命脉，粮煤油药，哪怕外面变成月球，咱们也能苟3年。只剩最后3天，气温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波动，白天40度热的人发晕，晚上却骤降到10度，冻得人直打哆嗦。这种反常的温差让村里的狗整夜狂吠，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焦躁。我刷着手机，朋友圈里还在抱怨天气怪异，有人在骂气象局，有人在晒刚买的秋装。突然一条朋友圈弹了出来，是秦软，配图是一张在5星级酒店落地窗前的自拍，穿着几万块的貂皮大衣，手里端着红酒杯，背景是璀璨的城市夜景，配文有些傻子在乡下喂蚊子，我在总统套房看夜景。周伯凯说这叫格局，我冷漠地看着屏幕点了个赞，享受吧妹妹，这是你最后的晚餐。电视新闻里突然插播了一条紧急气象预警，背景变成了刺眼的红色，主持人语速极快，声音颤抖，受平流层异常塌陷影响，未来24小时内全球气温将出现断崖式下跌。我看了一眼时间，8月15日正午12点，窗外原本刺眼的太阳像是突然被一块巨大的灰布蒙住了，天空中没有云，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铅灰色来了。空气静止了，连蝉鸣声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突然掐断，瞬间消失。那种死一样的寂静，比喧嚣更可怕。进洞！老爸一声暴喝，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求生本能。我们3人扔下手里最后一点杂活，疯狂冲向地窖入口。按照预演了无数遍的流程，老爸先关上了最外层的伪装木门，然后是厚重的防爆钢门。随着绞盘转动的声音，最后一道带着密封胶条的气密保温门咔嚓一声锁死，世界被隔绝了。地窖里只有蓄电池带动的 LED 灯发出惨白的光。虽然在地下，但我们安装了潜望镜式的观察孔。我凑在观察孔前，死死盯着外面的温度计，上面的数字在疯狂跳水，35摄氏度、20摄氏度、0度，短短10分钟，气温跌破了冰点，天上开始下雨，落地成冰，紧接着是鹅毛般的大雪，每一片雪花都有巴掌大，灰扑扑的，带着一股难闻的硫磺味。下午3点，室外温度零下20摄氏度，这不是循序渐进的冷，这是直接把地球扔进了液氮罐里。村里的广播响了，村支书的声音哆哆嗦嗦的传出来。
声音戛然而止，可能是电线断了，也可能是人冻僵了。观察孔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人，是村东头的二赖子，他还在田里，没来得及跑回家，此刻正跌跌撞撞地往村口跑。他跑着跑着，动作突然变得无比僵硬，像个生锈的发条玩具。就在他距离自家大门还有10米的地方，砰的一声，他整个人直挺挺地栽倒下去，像一块石头砸在地上，再也没有动弹。这一幕就在我眼前发生。与此同时，我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信号还没断，秦冉发来了一条微信：姐，怎么回事？酒店停电了，中央空调停了，我们要冻死了，你快来接我们。我看着屏幕缓缓打出了3个字。看着秦冉发来的求救信息，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在那间所谓的总统套房里裹着被子瑟瑟发抖的狼狈样。上一世我为了救他冒着风雪出门，结果冻坏了腿，最后还被他嫌弃是累赘。这一世我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敲击路封了，车冻坏了过不来，你也别等了，趁早把那些名牌包烧了取暖吧。点击发送，然后拉黑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心里那口憋了2辈子的恶气终于顺了。刚放下手机，头顶的通气管道突然传来一阵沉闷的撞击声，咚咚咚，有人在上面砸我们的伪装层，地窖里的空气瞬间凝固。老爸示意我们别出声，他带上医用听诊器贴在通气管壁上，脸色阴沉。有人，老爸压低声音，听脚步声有3、4个正在踢上面的烂木头。我握紧了手里的复合弓，手心全是汗。我们做了伪装，上面堆满了废弃的砖块和烂木头，看起来就像是个早就塌方的废墟。但如果他们非要挖呢？上面的声音停了，紧接着传来一个粗犷男人的骂声。听到这个声音，我浑身的血都凉了，是他，那个村里的恶霸。妈的，是个塌窝子，连只耗子都没有。透过通气管传来的声音有些失真，但我听得清清楚楚，是雷老虎。村里的一霸平时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手里还养着几个小混混。上一世带头抢劫物资的就是他。大哥，要不再挖挖？这秦家不是刚回来吗？一个小喽啰的声音。挖个屁，没看见这土都冻得跟铁一样硬吗？省点力气吧，去隔壁看看。雷老虎踢了一脚伪装层，脚步声渐渐远去。老爸摘下听诊器，长出了一口气，走了。咱们的伪装做得好，他们以为这就是个废墟，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雷老虎这种人就像荒原上的野狗，嗅觉灵敏的可怕，一旦他们饿极了，哪怕是废墟也会翻个底朝天。接下来的3天，气温跌破了-40度，地窖里的日子枯燥而压抑。为了节省燃料，我们规定每天只烧4个小时的煤炉取暖，剩下的时间，全家人裹着极地睡袋，像冬眠的熊一样缩在一起。直到第4天，村里传来了第一声惨叫。透过潜望镜，我看到几个裹得像粽子一样的村民，手里拿着斧头和撬棍，砸开了隔壁马大姐家的门。那一刻，最后的一层遮羞布被撕开了。婶子都是乡里乡亲的，借点煤球，快开门，不然我们砸了。那是村东头的几个壮劳力，平时看着挺老实的汉子，现在眼睛里冒着绿光。马大姐的哭喊声隐约传来，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我也要冻死了。砰，木门被斧头劈开的声音，在寂静的雪夜里格外刺耳。紧接着是马大姐撕心裂肺的惨叫，还有翻箱倒柜的声音。惨叫声持续了不到5分钟，就彻底消失了。那几个村民拖着2袋煤球走了，其中一人的斧头上还滴着鲜红的血，落在雪地上，瞬间结成了红色的冰珠。老妈别过头去，不忍心再看屏幕，这就开始了。老爸擦拭着手里的复合弓，那是他唯一的远程冷兵器。咱们烟囱虽然做了消烟处理，但在热成像或者极度饥饿的人鼻子里，那点热气藏不住。话音刚落，观察孔的蜂鸣器响了，屏幕里出现了一张大脸，正死死贴着我们的隐蔽通风口，是雷老虎。他去而复返了，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用力吸气，脸上露出了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贪婪狂喜。兄弟们，这底下有肉味儿，还热乎着，被发现了。雷老虎招呼了2个地痞，举起好头就要挖我们的通气口。就在他们的手碰到防护网的一瞬间，老爸冷笑一声，按下了一个红色的开关。滋滋滋，一道蓝紫色的电弧像毒蛇一样瞬间窜过金属防护网，那是老爸接在蓄电池上的高压包。虽然电流不致死，但那瞬间爆发的电压绝对够他们喝一壶的啊！外面传来杀猪般的惨叫声，有电，这秦老头早就防着咱们呢。我的手麻了，在这-40度的环境里，受了电击或者因为剧痛出了一身冷汗，后果是致命的。汗水会迅速带走体温，哪怕穿着棉袄也会失温。雷老虎捂着手，连滚带爬的往后退，嘴里骂骂咧咧，等着老子去拿家伙。他们不敢久留，很快就撤走了。老爸松开了按钮，脸色却更难看了。这只是试探，下次来的恐怕就不是好头，而是炸药或者火攻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当晚更大的危机降临，我正在煮面，突然头顶的灯闪烁了2下，彻底熄灭，地窖陷入了绝对的黑暗。潜望镜里远处现成原本微弱的灯光，在那一瞬间全部消失，区域电网彻底崩溃了。启用柴油发电机，老爸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随着发电机的轰鸣声，灯光再次亮起，但老妈突然指着墙角尖叫一声：“老秦，你看那个！”地窖东南角的墙壁上竟然渗出了一层白霜，在这恒温的堡垒里，这层白霜显得格外扎眼，像是一种致命的霉菌。气凝胶没贴好，我冲过去摸了一把，冰冷刺骨，不是没贴好。老爸走过去，手掌贴在墙面上，感受着那一丝丝透进来的寒意，脸色铁青，是冻透了。外面的土层已经被冻透了3米深，寒气正在穿透混凝土墙体。我们低估了这次极寒的威力。老爸看着温度计，上面显示地窖内的温度已经从15度降到了8度，如果外面降到-70度，我们的保温层可能扛不住，到时候这地窖就会变成一个密封的冰箱，把我们活活冻成冰棍。
恨，一家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就在这时，那台靠电池维持的老式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广播，滋滋，全球灾难原地避难，等待救援，声音充满了绝望。而此时屏幕上又出现了异动，那辆熟悉的越野车正疯狂地撞开路上的冰雕，向着秦家傲的方向冲来。车里坐着的是一对还没死透的亡命鸳鸯，秦阮和周宝凯来了，而且为了活命，这对渣男恶女竟然带了一个更可怕的礼物送给我们。有人在靠近，观察孔的蜂鸣器再次响起，这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刺耳。我凑过去一看，瞳孔猛地收缩，是那辆熟悉的越野车，此时已经撞在大槐树上，冒着黑烟，车门打开，两个像鬼一样的人影爬了出来。秦阮的脸已经冻得发紫，看着远处秦家老宅那并没有完全被雪覆盖的轮廓，眼泪瞬间结冰。活了，周伯凯，我们要活了！然而让我浑身发冷的不是他们，而是跟在他们身后的3个人影，手里拿着镐头和土猎枪的正是雷老虎一伙。姐，爸妈，我是软软啊！秦阮手里拿着个大喇叭，声音在这个死寂的村庄里显得格外刺耳。我知道你们在里面，周伯凯都跟我说了，你们卖了房，卖了车，带了1000万回来的，你们里面肯定全是吃的。该死，这个蠢货！为了让雷老虎带路或者不杀他们，他竟然把我们的底细全抖出来了。这一嗓子就像是在饿狼群里扔了一块鲜肉。乡亲们，秦阮对着周围那些紧闭的房门喊道，他是想把事情闹大，逼我们开门。我爸妈就在下面，他们囤了好多物资，只要把门砸开，大家都能活。这一招借刀杀人太狠了。砸雷老虎，红着眼，贪婪彻底战胜了恐惧，手一挥，砰砰砰，3把镐头铁锤雨点般砸向我们的第一道防爆门。地窖里，老妈气得手抖，老爸却面沉如水，放下了手里的碗筷。他走到控制台前，手放在了一个红色的阀门上。既然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心狠。连接那个红色阀门的不是水井，而是老爸埋在门口隐蔽处的一根高压水管。在这零下50度的环境里，水就是最可怕的武器。开阀！老爸冷冷地下令。我用力压下把手，嘶！隐藏在门框上方的雾化喷头瞬间喷出一股巨大的水雾。这不是普通的水，老爸在水箱里加了大量的盐，降低了冰点，让它在喷出前保持液态。一旦接触物体，极寒的风寒效应会让它瞬间结冰。门外传来一片惨叫，那些正在砸门的小混混身上一旦沾了水，几秒钟内衣服就冻得像铁甲一样硬，手直接被冻在了好把上，撕都撕不下来。雷老虎冲在最前面，手里那把土猎枪刚举起来，就被兜头浇了一脸水。咔嚓，他的手指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就被瞬间冻住，眼睫毛、胡茬都在几秒钟内结成了白霜。他惊恐的想要抹脸，手套却和脸皮直接粘在了一起。周伯凯，救我！秦阮的尖叫声凄厉的变了调。透过观察孔，我看到了让我浑身发冷却又在意料之中的一幕。当水雾喷涌而出的瞬间，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他要带他活下去的周伯凯没有任何犹豫，猛地拽过身边的秦阮，他把他当成了挡箭牌，死死挡在自己身前。冰水浸透了秦阮那件昂贵的貂皮大衣，他难以置信地回头看着周伯凯，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但身体已经开始僵硬。周伯凯躲在他身后，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你疯了，好冷！周伯凯，你干什么？秦阮拼命挣扎，周伯凯死死抓着他的肩膀，把自己缩在这个瑟瑟发抖的女人身后，眼神里全是求生的疯狂。别动，你是我女朋友，你得保护我。随后他冲着大门吼道：秦远乔，你个毒妇，快开门，不然你妹妹就冻死了。那一刻，秦阮停止了挣扎，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冻僵了。那件吸饱了水的貂皮大衣，此刻变成了几十斤重的冰盔甲，把他死死封印在原地。他的脸正对着我们的观察孔，眼神从惊恐愤怒，最后变成了绝望的呆滞。那一刻，他也许终于想起了爸妈当初逼他签协议时的良苦用心，可惜晚了。屏幕里，周伯凯发现秦阮不动了，竟然一把推倒了已经冻成冰棍的秦阮。去死吧，都去死吧！他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从怀里掏出一个简易燃烧瓶，点燃，疯狂冲过来。轰！火焰在空气口腾起，但在极寒中，这点火苗只是昙花一现。老爸早就做了防火处理，风一吹就灭了。周伯凯还不死心，举起撬棍疯狂砸门，但他忘了这里是零下50度。刚才那一推虽然让他躲过了大部分水雾，但他的裤腿还是湿了5分钟后，门外的拍打声越来越慢，最后彻底停止。周伯凯保持着跪姿，脸贴在冰冷的钢板上，眼睛瞪得大大的，死不瞑目。门外多了5座冰雕，成了秦家堡垒新的门神。这一战虽然消灭了隐患，但也彻底暴露了我们的位置，而真正的死神并不是人，而是正在急速下降的气压。第二天清晨，老爸照例检查各项仪表，突然他的脸色变得惨白，手指颤抖地敲了敲气压计的表盘。坏了，什么坏了？表坏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不是气压在急速下降。老爸转过头，眼神里带着一种深深的恐惧，这意味着一场超级暴风雪要来了，那种能把房子连根拔起的风。话音刚落，地表传来的不再是呼啸声，而是亿万吨沙粒碾压钢板的轰鸣，整个地窖都在微微颤抖。紧接着，地窖内的氧气监测仪突然发出了刺耳的红光报警，滴滴滴，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我感觉呼吸变得困难，肺部像是有火在烧，通气管堵死了。老爸吼道：雪太大，或者是上面的伪装层塌了，如果不马上打通，我们一家3口会在3小时内窒息而死。我们的地窖门因为昨晚的喷水已经被厚厚的冰层彻底封死，根本打不开，唯一的生路就是头顶那个直径只有30厘米的紧急检修井。动手！老爸没有任何犹豫，拖出备用的工业液压千斤顶和加长合金，钻头缺氧让我眼冒金星，手脚发软。老妈在旁边疯狂摇动着手动鼓风机，试图榨取管道里残留的每一丝空气。坚持住，瞧瞧，扶稳钻杆，钻头旋转着向上刺探。10分钟后，头顶传来当的一声脆响，钻头卡住了，再也进不去分毫，撞到金属了。难道是被埋在什么东西下面了？绝望瞬间笼罩了我们。
是车底盘。老爸反而露出一丝喜色，有车被风吹翻，刚好盖住了井口，只要顶开它就有缝隙。千斤顶发出沉重的液压声，吱嘎，随着一声闷响，头顶传来金属变形的呻吟，一股冰冷刺骨，但此刻却无比甜美的气流狂涌而入。通了！我们贪婪的大口呼吸着，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鱼。老爸推开顶盖，我迅速将潜望镜探出缝隙，果然是雷老虎那辆越野车，它像个巨大的盖子，反而替我们挡住了积雪。我调整角度看向远处，心脏猛地一缩，在一片死寂的白茫茫雪原上，竟然出现了一串凌乱却新鲜的脚印。镜头里3个佝偻的身影正在移动，领头的是村里的瘸子，比平时看着老实巴交，连只鸡都不敢杀。此刻他带着2个瘦成骷髅的村民撬开了村里的公共粮仓，门开了，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墙角几粒发霉的陈米和老鼠屎。那一瞬间，人性的遮羞布被彻底撕碎。没有废话，瘸子里突然举起半块砖头，狠狠砸向同伴的后脑，砰！鲜血喷在雪地上，像一朵刺眼的红花。他干脆利落解决了2个人，独吞了那袋混着老鼠屎的霉米，抓起一把直接塞进嘴里咀嚼。我看着屏幕，胃里一阵翻涌，这就是末世的参差。有人为了一口霉米杀人，有人在恒温地窖里看着这一切。然而瘸子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米，远处的雪坡后亮起了3双绿油油的光点，那是3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灰狼。在这个极寒地狱里，能活下来的野兽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瘸子里根本来不及跑，第1只狼如闪电般咬断了他的小腿，第2只狼精准锁喉惨叫声在地窖的收音设备里只持续了10几秒，红色的液体在雪地上迅速冻结，那袋用2条人命换来的霉米散落在地，狼群看都没看一眼。进食完毕，他们并没有离开。屏幕里那3只狼围着我们的通风口附近徘徊，鼻翼耸动，我心里一惊，他们闻到了，哪怕我们的密封做得再好，那露出去的一丝丝人气，对于饥饿的野兽来说就是黑夜里的灯塔。加固。老爸放下碗筷，转身走向工具台，没有任何废话，他拿出电焊机，立刻在防爆门后焊接了一排倒刺、铁栅栏，火花四溅中，老爸的眼神比狼还狠，敢硬闯就是死。但这几只狼只是前哨真正的猎人，往往跟在野兽后面。就在我们神经紧绷的时候，老妈在整理那一堆用来取暖的煤炭时，突然惊呼一声，像是见了鬼一样：“老秦，瞧瞧，快来看这个！”老妈从煤炭箱底的夹层里哆哆嗦嗦地捧出一个满是煤灰的铁盒，打开一看，我和老爸都愣住了，里面整齐码着10盒阿莫西嗪，这是买煤时老板随手塞的赠品，当时谁都没在意，现在这却是千金难换的救命药。就在我们为这意外之财狂喜时，角落里那台承诺许久的短波电台突然亮了红灯，滋滋的电流声后，一个陌生的男声带着狞笑传了出来：“找到了，秦家坳那个位置有肥羊。”声音很清晰，甚至能听到背景里的风声。前几天雷老虎死在那，门口立着几座冰雕，显眼得很。我们的战利品那几具冻死在门口的尸体，终究还是成了招来秃鹫的腐肉。老爸调试着旋钮，脸色在红色的指示灯下忽明忽暗。电台里的声音继续说道：“那乌龟壳挺硬，明天动手，带上喷火器，把那层铁皮给我烧穿。”喷火器，听到这3个字，我只觉得头皮发麻。我们的防爆门虽然坚固，但也怕高温熔炼。老爸却突然盯着厨房里的半袋面粉，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笑。想玩火，那就给他们的大的。深夜风雪交加，轰鸣声撕裂了夜的宁静。3辆雪地摩托像幽灵一样冲破风雪，停在了我们的地窖入口。通过潜望镜，我看到领头的人挥了挥手，身后一个背着巨大罐子的人走上前，对准了我们的大门。呼，一条长达10米的火龙瞬间喷涌而出。工业用的高温喷火器，橘红色的火焰在这个零下50度的世界里显得格外妖异。封死大门的厚重冰层在高温下迅速融化，化作滚烫的蒸汽。紧接着，最外层的防爆肛门开始变色，从黑铁色变成了暗红。滴滴滴，地窖内的温度报警器疯了一样尖叫，刚才还阴冷的地窖瞬间变成了烤箱。这门扛不住多久，密封胶条要化了。老妈握紧了手里的燃烧瓶，老爸却冷静地盯着屏幕，手放在了一个红色的按钮上，那是他为了防火灾设计的干粉灭火喷射装置。但此刻喷射口里装的不是灭火剂，而是他在面粉厂搞来的高纯度淀粉。想要火，接好了。老爸狠狠按下了开关，噗！隐藏在门框上方的泄压口突然喷出2股白色的烟雾，那不是烟，是极细的面粉尘埃，在压力的作用下，瞬间笼罩了整个门口区域，将那个正在喷火的暴徒包裹其中。明火加上密闭空间的高浓度粉尘，这在物理学上叫粉尘爆炸。轰！一声巨响，仿佛平地起惊雷，巨大的冲击波裹挟着火焰，瞬间吞噬了门口的一切。屏幕白了一瞬，几秒后视线恢复，那个喷火兵已经变成了焦炭，但硝烟散去，那个领头的男人竟然晃晃悠悠站了起来，手里还捏着一个让我们窒息的东西。那个领头的男人命大，因为站得远，只是被气浪掀翻，他满脸是血，一只胳膊呈现出诡异的扭曲，但他依然狞笑着，用完好的左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墨绿色的圆柱体，拉开了拉环，死死抵在已经被炸得变形的门缝上。雷管出来，不然老子松手，大家一起被炸上天。他嘶吼着，像个疯子。地窖里，老妈的手在抖，这种距离，这门肯定扛不住雷管的定远爆破。别冲动，我打开了门口的扩音器，声音冷静的让自己都感到陌生。你手里那玩意儿顶多炸个坑，但我这就埋在炸药堆上，这底下囤了10吨 TNT， 你要是敢松手，大家一起变灰，不信你就试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在这种生死时刻，搏的就是谁更怕死，谁更疯。领头男人的眼神果然闪烁了一下，握着雷管的手指微微僵硬，他在评估，在犹豫。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老爸像一尊雕塑般站在射击孔前，复合弓已经拉满，嘣一声弦响，那是一支特制的碳素钢箭，带着破空声，毫无阻碍地射穿了男人的右手腕，将他的手死死钉在了门框旁的冻土上。啊！剧痛让他松开了手指，雷管滚落到远处的雪窝里爆炸，没伤到大门分毫。老妈眼疾手快，一枚燃烧瓶精
精准地扔了出去，火焰吞噬了那个还在挣扎的身影。清理战场时，老爸在那个礁尸怀里摸出了一个防火袋，里面是一张手绘地图。看到地图上的一个红圈，老爸激动的手都在抖。发财了，瞧瞧我们脚下有活水。地图上标注着地下水脉入口，那个可能的地下水脉节点竟然就在我们家地基的正下方。如果有活水，我们的生存质量将发生质变，地下水恒温，而且取之不尽。接下来的3天，地窖变成了工地，我们轮流上阵，在地下室角落里开始向下挖掘。这是个苦差事，地下的冻土层坚硬如铁，挖到第3天深夜，深度已经接近3米。老爸一镐投下去，传来的不再是沉闷的撞击声，而是一种空洞的回响。通了，他现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这是村里老一辈口中那个备战备荒时期留下的废弃防空网。老爸下去探路，10分钟后传来颤抖的声音：下来，快下来，4度，是恒温水。我和老妈顺着绳梯滑下，在隧道的尽头，一条暗河静静的流淌，水质清澈。然而，就在我准备取水样时，手电筒的光扫过河边的淤泥，我的动作瞬间僵住。那里清晰地印着一串脚印，很小，光着脚，脚趾抓地的痕迹很深。除了我们这深不见底的地下网络里，竟然还有活人。顺着脚印，我们在迷宫般的防空洞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缩成一团的身影，是村里的哑巴孤儿阿野。他惊恐地看着我们，突然爬过来疯狂比划。他指了指头顶，做了一个开车和抹脖子的动作。上面的危险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回到地窖，连那口热气还没喘匀，地面就开始剧烈颤抖。漫天风雪中，一支车队像钢铁巨兽般撕裂了秦家坳的宁静。那是3辆经过重度改装的重型卡车，车身上挂着鲜红的旗帜。华国第9区救援队是官方的人。老妈眼神一亮，甚至想去开门。别动！老爸一把按住老妈，把潜望镜的观察倍率调到最大，看他们的鞋。跳下车的几个人虽然穿着迷彩大衣，看着像模像样，但脚上蹬着的却是5颜6色的杂牌运动鞋。再看手里的家伙，不是制式的95式，而是5花8门的猎枪、开山刀，甚至还有改装的土炮。更重要的是，他们下车的第一件事不是搜救，而是把路边一具冻尸像踢球一样踢飞，然后哈哈大笑地点上了烟。这是披着羊皮的狼。所谓的救援队不过是一群打着官方旗号的大型掠夺团伙。车队在村口停下，似乎在商量路线。突然，最后一辆满载煤炭和发电机的卡车冒出一股黑烟，趴窝了。领头的车并没有停留，只是留下了2个人和那辆坏车。大部队继续向着县城的方向轰隆隆开去。那辆落单的卡车就像一块肥肉，停在了我们家门口不到500米的地方。那是柴油发电机，车斗里还有至少5桶柴油。老爸的眼睛眯了起来。我们的燃油储备已经见底，如果要维持地底供暖和照明，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干一票！老爸吐出3个字：深夜暴雪成了最好的掩护。我们穿上了白色的极地伪装服，像2个幽灵贴着雪地匍匐前进。但这辆车上藏着比柴油更让我们惊喜的东西。那2个留守的守卫显然低估了这鬼天气的威力，正缩在驾驶室里开着暖风，借着酒劲打瞌睡，呼噜声震天响。老爸摸出一块浸透了乙醚的毛巾，动作熟练的不像个工程师，像个杀手。我负责撬锁，咔嗒，车门锁芯被冻脆了，轻易打开。老爸迅速捂住副驾驶那人的口鼻，那人只挣扎了2下就瘫软下去。我如法炮制，解决了驾驶位的人。我们没有贪心去搬那台沉重的发电机，而是迅速提走了车斗里的3桶柴油。就在准备撤离时，我的手电筒晃过驾驶座底下，看到一个长条形的黑匣子，那种质感绝对不是工具箱。打开一看，我和老爸的呼吸都停滞了。2把油光锃亮的95式自动步枪，还有整整5盒子弹。这显然是他们抢劫了某个真正的哨所缴获的战利品，被这2个守卫私藏在这里。走！老爸的声音都在抖，那是激动的。在这个末世，枪就是话语权，就是王法。我们背着枪，拖着油桶，疯狂往回跑。刚翻过围墙，跳进掩体，远处就传来了轰鸣声。大部队折返了刺眼的车，大灯瞬间照亮了那辆被洗劫一空的卡车。紧接着就是气急败坏的怒吼。他们拿出了一个更可怕的设备，开始在这个死寂的村庄里扫荡。2把丢失的95式步枪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这群亡命徒的脸上。愤怒的咆哮声在村子上空回荡，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他们拿出了更为专业的设备，工业级手持热成像仪。在那块幽绿色的屏幕上，任何一点温热的生命体征都无所遁形。我通过潜望镜死死盯着那群穿着救援队制服的暴徒，他们像梳头发一样将秦家坳仅剩的废墟挨个过了一遍。一声枪响，住在村东头地窖里的王大爷被拖了出来。老人已经70岁了，为了省那一口吃的，瘦得像把干柴。他跪在雪地里，还没来得及求饶，就被一个满脸横肉的暴徒一枪托砸碎了下巴。枪呢？油呢？谁拿的？暴徒踩着老人的胸口，声音冷得像冰。老人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废物！又是一声枪响，雪地上绽开了一朵刺眼的红花，尸体被随意踢进雪坑，像是丢弃一袋垃圾。紧接着是第2家、第3家，仅存的几个幸存者像老鼠一样被揪出来，然后因为给不出答案而惨遭屠戮。这根本不是搜查，是泄愤。突然，我的心脏猛地一缩，那个拿着热成像仪的暴徒停下了脚步，他正站在村口那片乱石堆前，那是废弃防空洞的入口，也是哑巴阿野的藏身之处。老大，这地下有热源，是个活人！暴徒们瞬间兴奋起来，呼啦一下围了上去。
他们用撬棍疯狂地撬动掩盖洞口的石板。阿野惊恐的尖叫声，即使隔着厚厚的土层，似乎都能传进我的耳朵里。被发现了就还是不救，这个问题在脑海里只停留了1秒。第一，阿野知道我们地下水源的秘密，如果他受刑不过比划出了那个位置，我们全家都得死。第二，那是个孩子，是个在这末世里靠抓老鼠活下来的孩子，他刚才还冒死来给我们报信，准备战斗。老爸眼神决绝，抓起了那把刚缴获的95式步枪，拉动枪栓，动作生涩但坚定。瞧瞧，你去2号射击孔，那是制高点，用那把带瞄准镜的弩，或者直接用枪制造混乱，吸引火力。我去拖那个孩子回来。我们的地窖有一条刚挖通的地道，连接着那个废弃防空网，那是唯一的生路。老爸没有走正门，而是钻进了地道。我深吸一口气，冲向2号射击孔，透过瞄准镜，我看到那群暴徒已经把阿野拖了出来。我架起步枪，虽然是第一次实战，但刻在骨子里的求生本能让我稳住了枪口。我对准那个壮汉的脚边扣动了扳机，砰！巨大的枪声在寂静的雪原上如同惊雷。第一发子弹射偏了，打在了壮汉脚边的冻土上，崩起一片泥屑，但这足够了。那群暴徒吓得本能的抱头鼠窜，寻找掩体。有枪，那帮偷油贼在那边趁着混乱的瞬间，在那废弃洞口的阴影里，一只有力的大手猛地伸出，是老爸。他一把拽住阿野的脚踝，将他像拖麻袋一样狠狠拽回了黑暗的地道。撤，快撤！我在对讲机里大喊，手中的枪对着人群盲射，压制他们的反击。暴徒们反应过来了，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泼向废弃洞口。突突突！老爸拖着阿野在弹雨中狼狈地滚进地道深处，但在他即将没入黑暗的最后一刻，我看到他的身体猛地一震，左腿爆出一团血雾，整个人踉跄了一下，随后重重摔进了洞里。爸！我嘶吼着冲向地下室，地窖里的空气凝固了，只有浓烈的血腥味在弥漫。老爸躺在工作台上，脸色惨白如纸，他的左大腿外侧一个狰狞的血洞正在汩汩冒着鲜血，甚至能看到森森白骨，万幸没伤到大动脉，但子弹插在了骨头缝里，必须马上取出来。没有麻药，仅有的那点利多卡因早就过期失效了。来吧！老爸咬住了一根裹着毛巾的木棍，额头上的青筋暴起，别墨迹！我有感觉那帮畜生攻不进来，要放毒了。老妈的手术刀在酒精灯上烧得通红，还没落下，我就听到了地道口传来嘶嘶的声音。老妈深吸一口气，滚烫的手术刀切开了老爸的皮肉。老爸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双手死死抓着桌角，硬生生把金属桌面抓出了指印。我按住他的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10分钟，漫长的像一个世纪。叮当，一颗变形的弹头被扔进了铁盘里，老爸疼晕过去了，嘴里的木棍被咬得稀烂。还没等我们松一口气，通往废弃防空洞的那条地道里，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嘶嘶声。我凑近密封门上的观察窗一看，头皮瞬间炸了，一股浓黄色的烟雾正顺着地道的缝隙，像一条毒蛇一样蜿蜒爬行过来，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令人窒息的漂白粉味。是氯气，他们攻不进来，我没敢贸然下地道，选择了最阴毒的方式，把我们像熏老鼠一样熏死在洞里。快启动正压新风系统！老妈吼道，声音因为紧张而变得尖锐。她一把扑向控制台，这套系统是老爸设计的最后一道防线。原理很简单，通过大功率风机向室内疯狂灌入经过过滤的空气，使室内气压高于室外，把毒气硬生生顶回去。轰！备用电机发出咆哮，扇叶疯狂旋转。我死死盯着气压表，看着指针一点点向右偏转，那股黄色的毒烟在门缝处停滞了，然后像是不甘心一样被强劲的气流一点点挤了回去。那扇密封门虽然挡住了烟雾，但在强光手电下能看到门缝边缘被腐蚀的滋滋作响，泛起诡异的泡沫。半小时后毒气散了，显然对方也不想浪费这珍贵的弹药。但紧接着头顶传来了更为恐怖的声音，咚咚咚，那是沉闷的挖掘声，伴随着钻头刺入洞土的震动。他们在安炸药。躺在床上的老爸虚弱地睁开眼，脸色灰败。毒气没用，他们打算直接炸塌顶层，把我们活埋。一旦顶层塌陷，哪怕是一脚零下50度的严寒灌进来，我们必死无疑。他挣扎着要起来，必须主动出击。爸，你歇着，这次我和阿野去。我按住老爸，转身看向角落里的阿野。这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透着一股狼崽子般的狠劲。他指了指地图上的一片区域，又比划了一个啐的手势，那是防空网深处的一片天然溶洞区，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稍微大点的震动就能引发坍塌。这就是我们的坟场，也是给那些暴徒准备的葬身之地。我和阿野戴上防毒面具，像两个幽灵钻进了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阿野在前面带路，他身手敏捷的像只猴子，在黑暗中甚至不需要光。我们要做的不是躲避，而是暴露。我们故意弄出声响，用铁管敲击管道，制造出一种慌不择路逃窜的假象。果然，头顶的挖掘声停了。那群贪婪的暴徒听到了地下的动静，以为我们要带着物资从别的出口逃跑，立刻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追了过来。在那边，别让他们跑了！杂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隧道里回荡，越来越近。我们把他们引进了那片满是钟乳石的溶洞区。到了预定位置，阿野猛地钻进了一个只有孩子能通过的狗洞，我也迅速滚到一块巨石后，几束刺眼的手电光晃过转角，暴徒们的脸清晰可见。我拉开了手里那颗手雷的拉环，心中默数3、2、1，下地狱去吧！手雷划出一道抛物线，精准地落在了溶洞中央最脆弱的那根支撑柱旁。暴徒们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喊出声，轰！爆炸声在封闭的空间里被放大了无数倍，震耳欲聋。紧接着是让人牙酸的岩石断裂声，头顶的岩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巨大的岩石裹挟着泥土
土砸了下来，暴徒们的惊呼瞬间被淹没在尘埃与轰鸣中。快跑！我和阿野拼命往回爬，身后的隧道在不断坍塌，仿佛死神紧追不舍，直到我们滚回安全区。一声沉闷的巨响彻底封死了退路，世界安静了。那些人永远留在了地下，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通往地面的所有出口都在这场人为的塌方中被彻底堵死了。我们成了真正的地底人，虽然出不去，但这反而成了一种另类的安全。外面的威胁被几千吨的土石彻底埋葬，日子在昏暗的灯光和滴答的水声中一天天过去。老爸的腿慢慢好了，阿野正式成了我们家的一员。依靠恒温的地下水和植物生长灯，我们种出了第一茬鲜嫩的豆芽，甚至在潮湿的墙角培育出了蘑菇。一家4口围坐在一起吃蘑菇炖肉的时候，恍惚间觉得末世似乎并不存在。时间一晃过了半年，直到某天清晨，我习惯性的去检查连接外界的传感器数据。这一看，我愣住了，原本死定在零下50度的温度计，竟然在短短1周内回升到了零下20度，而且曲线还在疯狂上扬。春天来了，老爸说这是死神的回马枪，升温太快了。老爸盯着屏幕，脸色并没有因为回暖而变得轻松，反而更加凝重。不是春暖花开，这是钟摆效应，极寒之后是极热的报复。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话，传感器传回的数据跳动了一下，地表温度0摄氏度，冰雪开始融化了。而对于生活在地下的我们来说，这或许意味着另一场灭顶之灾。洪水，气温的攀升不叫回暖，叫暴虐。短短3天，挂在墙上的温度计就像疯了一样，红色的水银柱从零下50度的深渊一路狂飙突进，直接顶破了40度的刻度线，极寒到极热，中间甚至没有过渡。轰隆隆，头顶传来了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那不是风，是水。积攒了半年的冰雪，在几十度的高温炙烤下瞬间融化，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随后演变成了一场滔天的洪水。地窖的外墙开始渗水，混凝土表面挂满了冷凝的水珠，空气变得粘稠湿热，哪怕坐着不动，汗水也止不住的往下流。启动潜艇模式，老爸扔给我一把扳手，语气急促，我们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通气管被加装了3节2米高的延长管，像潜望镜一样伸出地面，所有的排水口全部反向锁死，涂上了厚厚的密封胶。透过潜望镜，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原本白茫茫的雪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浑浊咆哮的黄色巨浪。我们的地窖此刻就像一艘潜伏在深海的潜水艇，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咕咚咕咚，水压在增大，钢制大门发出令人牙酸的挤压声，水位还在涨，已经淹没村里的房顶了。老爸死死盯着压力表，如果通气管进水，我们就得靠氧气瓶硬撑。洪水不仅仅是水，它是一锅煮沸了的湿汤。透过潜望镜模糊的镜头，我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无数肿胀的物体，有人，有牲畜，还有各种垃圾。它们在高温的洪水中迅速腐烂发酵，变成巨大的细菌培养皿。哪怕隔着层层过滤系统，空气中依然隐约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瘟疫来了，老妈戴着双层口罩，正在给地窖的各个角落喷洒消毒水。现在外面的一滴水比子弹还致命，这是末世最讽刺的一幕。外面洪水滔天，幸存下来的人却面临着渴死的绝境。一旦有人忍不住喝了那浑浊的脏水，祸乱立即，伤寒就会像死神一样收割他们的性命。而我们围坐在小桌旁，喝着甘甜清冽的地下暗河水，吃着冰镇黄桃罐头，地下暗河成了我们的生命线。这股源自深层地质的活水完全隔绝了地表的污染。这种日子持续了整整1个月，直到某天，那令人抓狂的流水声终于停了。老爸小心翼翼地升起潜望镜，镜头上的泥浆干涸后裂开，露出了一角蓝天。水退了，我们决定重返地面。当老爸用最后一包炸药炸开封堵的出口时，久违的阳光像金色的利剑刺破了黑暗。我爬出洞口，看着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曾经的秦家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得发亮的新大陆。我们一家4口爬出洞口，站在了曾经的秦家坳土地上。村子没了，什么都没了，老宅围墙，隔壁马大姐家的小楼，全都被洪水夷为平地。这里像是一张被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只剩下厚厚的淤泥覆盖了整个世界。但在那片死寂的黑色中，我看到了一抹微弱的绿色。这地肥啊！老爸蹲下身，抓起一把腥臭的黑土，手指捻了捻，眼神里没有悲伤，只有狂热。尸体和腐烂的植被变成了最好的养料，这是黑色黄金。阿野兴奋地跑向一处高地，指着一根从淤泥里顽强钻出来的小草，嘴里发出啊啊的欢呼声。我们在废墟上开辟出了一块菜园，仅仅过了1周，一茬小白菜就冒出了头。在那片死寂的黑褐色废土上，那一排排整齐的嫩绿色就像是希望的旗帜，比黄金还要耀眼。就在这时，寂静了许久的短波电台在某个午后突然诈尸般的响了起来，不再是杂音，而是一个字正腔圆的女声。这里是华国第3安全区，如果你能听到这条广播，请向东南方向集结，我们要重建家园，官方还在，秩序还在，去吗？老妈停下了手里摘菜的动作，眼神有些摇摆，毕竟那是群体的庇护。我看向窗外，夕阳下，我们重建的温室大棚泛着金光防空洞的入口，经过加固，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地下水潺潺流淌，仓库里的粮食够吃10年。不去。老爸掐灭了烟头，眼神重新变得锐利。去了那里，我们就是难民，是等待分配的数字。在这里，我们是自己的王。就在我们决定留下的那一刻，天空中传来了久违的轰鸣声，一架涂装斑驳的直升机低空掠过，扔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裹，包裹里的东西印证了老爸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
直升机没有停留，包裹落在淤泥里，散落出一堆压缩饼干和漫天飞舞的传单。我捡起一张传单，上面印着安全区的地图和号召令。看来这世道真的要变回来了。老爸看着远去的直升机，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但咱们还是守着咱们的1亩3分地吧。随着幸存者越来越多的走出藏身处，秦家坳或者现在应该叫秦家堡垒，成了方圆100里内的一个传说。在一片死寂的黑褐色废土上，唯独我们这里有一抹刺眼的绿，那是小白菜，是土豆秧，是爬满架子的黄瓜。经常有衣衫褴褛的流浪者路过，隔着老远，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菜园里的那一抹绿色，喉结疯狂滚动，想吃可以拿力气换，这是我立下的规矩。我们不需要金银，不需要钞票，只要劳动力。于是曾经的废墟上开始出现忙碌的身影，有人帮忙清理淤泥，有人帮忙修补围墙，只为了换取一碗热腾腾的土豆汤。而在这个小小的独立王国里，阿野成了最耀眼的明星。这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似乎天生就属于土地，一双满是老茧的小手，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有一天，我看到几个流浪汉正对着阿野指指点点，眼神里带着轻视。阿野没理会，只是默默地摘下一根顶花带刺的黄瓜，咔嚓咬了一口，清脆的咀嚼声在寂静的旷野里格外响亮。那几个流浪汉瞬间闭了嘴，眼神里的轻视变成了赤裸裸的嫉妒和敬畏。在这个时代，能吃上新鲜蔬菜的人就是贵族。洪水退去后的清理工作还在继续。有一天，我在清理村口那棵大槐树的淤泥时，铁锹铲到了什么硬物，扒开烂泥，一个亮闪闪的东西露了出来，那是秦软的发卡。我弯下腰，从黑色的烂泥里抠出了那个镶满碎钻的发卡，在衣服上蹭了蹭泥垢，阳光下它依然折射出刺眼的光芒。记忆瞬间被拉回到了末世前的那个下午，秦软拿着那张50万的支票，趾高气扬地摔门而去。那时候他发朋友圈说，有的女人只配攒钱，我只配闪耀。而此刻，这枚象征着虚荣的发卡静静地躺在我满是泥土的手心里，冷得刺骨。在发卡旁边的淤泥里，还挖出了几块散碎的白骨，那是被狼啃过又被洪水泡过的痕迹。曾经鲜活的生命，曾经的血脉之亲，最终只剩下了这一滩烂泥。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一种看透世事的苍凉。姐，你看这个好不好看？恍惚间，我似乎听到了小时候秦软跟在我屁股后面撒娇的声音。我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生锈的铁皮糖盒，把那个发卡擦得干干净净放了进去。没有立碑，没有祭奠，我只是在树根下挖了一个深坑，把铁盒埋了进去填土。采石，下辈子别做姐妹了，做个陌生人吧。我拍了拍手上的土，站起身，夕阳西下，我没有回头，走向那个冒着炊烟的地窖。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刻刀，也是最温柔的药。转眼间，时间来到了2028年，末世第3年，秦家堡垒已经大变样了。这一天，观察哨的风铃响了，一支神秘的车队停在了我们的警戒线外，领头的是个魁爷，他带来的东西让我们全家都坐不住了。秦家堡垒的扩建工程已经到了第3期，原本阴暗潮湿的地窖现在被我们挖通了，周边的几个废弃防空洞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生态系统。阳光透过特制的3层防弹玻璃天窗洒下来，照在活动室的水墨石地面上。那支车队是来自南方安全区的商队。3年的时间，人类终于从废墟中重新建立了脆弱的秩序，贸易代替了无休止的掠夺。领队的魁爷仰起头看着我们墙头垂下来的一串红彤彤的干辣椒，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秦老板，这次带来的货都在这了。魁爷让人打开了卡车的后斗，里面是整桶的汽油，还有我们急需的太阳能电池板组件，甚至还有几箱珍贵的卫生巾和洗发水。我们要换蔬菜、土豆、红薯、白菜，只要是绿色的都要。在这个新世界里，蔬菜就是硬通货，比黄金还贵重。当长大了不少的阿野把一筐刚摘下来还带着露水的黄瓜搬出来时，商队的那些护卫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有人忍不住伸手想摸，被魁爷一巴掌拍了回去。规矩点，这是秦家的货。交易结束，魁爷点了一根烟，有些羡慕地看了看我们身后的堡垒。听说大区那边都在传秦家堡垒是末世里的桃花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我笑了笑，没有接话。桃花源不，这是我们要用命守住的阵地。送走了商队，夜幕降临，今晚是除夕，无论世道怎么乱，年还是要过的。老妈端出了那盆让我们魂牵梦绕了一整年的东西。地下的餐厅里灯火通明，暖黄色的灯光驱散了所有的寒意。桌上摆着这3年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一大盆酸菜猪肉炖粉条，里面放了足足的五花肉片，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面粉，是我们自己种的小麦磨的，麦香味浓郁的让人迷糊。来，阿野，这个破皮的是你包的，你得吃了。老爸笑着把一个煮肉馅的饺子夹到阿野碗里，阿野不好意思的挠挠头，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老妈打开了那台修复好的老式电视机，屏幕上播放着几十年前的春晚小品，画质模糊，声音嘈杂，但在我们听来，这就是天籁。笑着笑着，老妈的眼角湿润了，她举起果汁杯，敬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一个都没少。干杯！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窗外寒风依然在呼啸，或许远处还有饥饿和杀戮，但在这里有热饭，有灯光，有爸妈，有弟弟，这就是家。吃完年夜饭，我独自一人走出了地窖，站在高高的围墙上，我俯瞰着这片大地。3年前这里是地狱，现在废墟已经被绿色的植被覆盖。远处的村口，那棵埋着发卡的大槐树抽出了新芽，炊烟从地窖的烟囱里袅袅升起，直冲云霄。这不仅仅是烟，这是活着的证明。我摸了摸胸口，那里没有玉佩，没有空间，没有系统，我们没有任何金手指，我们有的只是那个下午爸妈毫不犹豫卖房卖车的决绝，是无数个深夜里改造地窖的坚持，是在面对暴徒时敢于扣动扳机的勇气。丫头，回来吃西瓜了！身后传来老妈的喊声。我回过头，看着那个散发着暖光的入口，嘴角上扬。末世结束了吗？也许没有，但我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无论明天是什么样子，我们秦家这颗钉子都已经死死地钉在了这片土地上。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我们就永远是赢家。